여기. 하샤. 요이. 하샤.老爷，咱要是有这些炮弹，这龙潭街咱早拿下来。哼，可不是咋的，司令，这日本人弄的是啥套路？不瞒你说啊，老爸，俺也没有弄清楚这日本人都的啥套路啊。别瞎跑，进林子，进林子，把手里的东西都扔了吧。那就往东头跑，顺着河套走。永生，这庄东头也让鬼子机场给堵着了。哥，鬼子把整个寨子都给围住了。谁家有地窖，钻地窖；没地窖的，找那个犄角旮旯先藏好了。快走，别瞎跑了，往家走，藏好了。走吧，爹。快！どうした？報告します。援河の先に龍潭街があります。任三部，这些了，现在はジャフ人の軍が行くと浜を着いたら、現在的奴ら、好さ身内だ。はい。隠れろ！咋样？鬼子把宁安寨包围了，正往里面打炮呢。好了，继续侦查。是，哥，这到底咋回事啊？石黑本来是想打龙潭街，可他知道咱们早有防备，肯定死守，他才去宁安寨往死里打。不是，哥，你说的俺头晕，俺听不明白啊。石黑算准了，咱们不能见死不救。可咱们一去了宁安寨，他们就会偷袭龙潭街。龙潭街保险失守。石黑这个老家伙，他是孙红的转世是不是？坏心咋这么多？是哥，眼下咱们该咋办？少佐，突撃しましょう。いや、放電で爆撃しろ。突撃で爆撃。はい。よーい。発射！去救宁安寨。哥，眼下的情形变了，咱也得跟着变。送火！前面就是火口隘桥。
这咋办啊？海生，哎，你跟松花带着一大队去救宁安寨。是，一大队，跟俺走。松花，俺估摸着石黑肯定有后手，你们一定要小心，别中了埋伏。哎，老爷，你想个事儿？啥事儿？你想啊，就这些个炮弹，全落到宁安寨，都打到梁永生身上。你就看那个梁永生被炸了，这里个胳膊，那里个腿儿，那里还有个头，就在那吧嗒嘴儿。梁永生这回必死无疑呀！報告します。龍潭女4辺に先に。よし。贾夫人。飛行部で。はい。啥意思呀，老爷？柳。はい。ハーブをやめ、部隊を召集し、龍潭寺に攻撃しろ。はい。攻撃しろ！はい。可不来了。敵は近くにいる。早く！奴らを離せ。海潮，派两个兄弟到前面先行侦查一下。好，你们两个去前面看看。是。跑步前进。这咋走了？哥，咋回事啊？这是，小鬼子咋摸不透风的来了，又摸不透风的走了，连个屁都不放。是啊，这又开枪又放炮的，还不进寨子，这咋回事？俺估摸着这八成跟龙潭街有关。你说又回去了？不会吧？小鬼子要去龙潭街，直截了当去不就完了吗？上咱宁安寨来插一棒子干嘛？就是啊，这不脱裤子放屁吗？哎，哥，咱龙潭街还去不去？去，但不能这么去。都回去，给俺弄点土炸弹，把那个羊油和烧酒使劲往里灌啊！一袋烟功夫，咱还在这儿碰头。走。
咋了？鬼子，鬼子，快说！鬼子从后面摸上来了。啥？按道理这鬼子来不了这么快。一把留下，听人赶走。快！快！停！长官，鬼子和兵团过来了。啊！还有多远？不到2里地了。好，海城，往回走。往回走，咱们是去宁安寨救梁有生吗？你听俺说，这是大师哥的意思。咱们现在已经把鬼子引过来了，宁安寨保险没事了，咱得赶紧往回走，要不然可让人家我给包了饺子了。哎，三哥啥时候说过这计策？还一时半晌跟你说不清楚。听俺的，后队变前队，跑步前进。这，走。快点，快！哥，2人头喝土家大里的烧酒。俺没喝。俺告诉你们啊，谁再敢喝这个烧酒，俺把他点了杀鬼子去。哎，开头我们不喝了，别喝了，别喝了。明儿，啥情况？是鬼子，但是捣鼓啥，俺看不大明白。这群小鬼子是在等另一群鬼子赶过来，想前后夹击咱们，把咱们一锅端了。还有一帮鬼子，那咋弄啊？净他娘的想美事儿！蜜儿，俺带一班走，剩下的人给你留下，你给俺守住了。营长，咋守啊？死守！死守？蜜儿，你可是从上海跟俺回来的，别给俺丢人。是。一班走。一班跟我来。走，快！等等，松华，又咋了？海城，咱这么跑也不是办法。你带20个兄弟留在这儿等鬼子，俺把剩下的兄弟带到茅草沟去。你给俺记住了，等俺那边开打以后，你再动手，然后边打边朝俺的方向走。等看见俺以后，就带着兄弟们赶紧藏到旁边的庄稼地里去。打？跟谁打呀？俺现在没有功夫跟你细说，相信俺。咱哥也这么想的？海城，咱现在还有什么办法？啊，水警团的战斗力比咱现在强多少倍？不照样干不过鬼子？以咱现在110来号人，想守住龙潭街，你觉着可能吗？咱得想办法把鬼子给调动起来，跟他们打乱仗。只有乱中才能够取胜。你别说那么多了，俺听你的。这边兄弟，跟俺走。快！剩下的兄弟，跟俺走，快！快！松华那边咋还没有动静啊？哎，玉帝啊，俺今天是做不出点滋味来了。啥滋味，司令？
这石黑太君心狠啊！贾夫人啊，遇到硬茬子了。哎，哇哥，七弟啊，上次咱们就在这儿被梁文胜给突袭了，今天他们不会又在这儿埋伏吧？有日本人在，恐怕不会啊。
上了。这弹药跟刮风捡来的似的。好，炮下面。老爷啊，这日本人这是又咋了？这个俺也知不道，等着吧。여기。はい。叫ぶ。西部の所作の部隊だ。お前たちは、ここのたちは、西部の所作の命令だ。これを公開消すろ。这个笑。海哥。听见吗？哎，那边说的也是日语啊。哎呀，咋了？弄到一起去了？咦，这日本人也不聪明啊！这。走。すみませ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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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この野郎！抵抗に課し、見事攻撃するぞ！逮捕！追撃しろ！はい！早く！早く！我跟上！快，跟上！参谋长，左翼。是。枪。他娘，土枪，回脚枪，打！瞄准了打，别伤了自己人。快步！咋样？鬼子从这边上来了，枪法准的。朝着鬼子两边打，枪法不灵的，便朝着鬼子中间往死里打。是。是贾师哥的人，刚才那阵枪声应该就是这里。那贾师哥去宁安寨，让人给埋伏了。不对。要是贾大哥他们遇到埋伏，他们应该死在路上，而且死的人不止这几个。
俺感觉是贾大哥埋伏的人遇到了小鬼子。坏了，那是鬼子已经打龙潭街了，应该是。赶紧，哥，这些尸体咋办？你们几个留下，把尸体给埋了，别忘了做记号啊。好，好，走。有人过来了！快快快快快！快点快点快！营长呢？营长去打鬼子了。松华，咱们咋办？那我都敢听好了，鬼子的套路是先采用炮轰，都敢顶住，等敌人靠近了再打。兄弟们，是。准备战斗！all黑军备。
别再站了，走啊，走走走！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子嗣们，闯！跟上！哥，开城！永生，你这时候来，不是送死吗？死了也得把你救出去啊！这辈子教你这个兄弟，没白教。鬼子想要咱们的命，没那么容易。走，走。太君，梁永生家夫人都在里面，一个不少啊。雅西，放火，杀死他们！太君，这是俺祖宗给俺留下的产业，不能烧啊！哎，家嫂，你的家业不重要，消灭他们才重要。放火！啊，太君，俺觉得开枪把他们都打死，这样好也了白了啊！把杆子！嗨！贾先生，太君，你如果能够让他们放下武器出来，我可以不放火。好。梁永生，家夫人，俺听好了哈，你们被包围了，别想跑啊！听俺一句劝，实施我这防卫军节。皇军说了，只要你们投降，皇军不杀你们。先生，可以去说，我々に考えしたい。我々生かすつもりはない。彼らを出せ。全面させろ。はい。太君又说了，只要你们投降，保证不杀你们，否则的话，后悔都来不及啊！说啊，喊话，咋说呀？
只要鬼子杀了白眼狼，俺们就带人出去投降。贾大哥，你今天要是敢投降，俺就砍了你！你敢滚一边去！你是不是彪啊？想叛变、想投降，用等到现在啊？你敢信？海华，外面的人给俺听好了，俺团长说了，让你们杀了白二郎、贾永贵，俺团长就带着俺们出去投降。这个兔崽子！太君，太君，你可不能听他们的呀！他们这是让咱狗咬狗啊！太君，他们这么说，是希望看到咱们窝里斗啊！您不能上他的当啊！海潮，哎，你把靠墙边的那个大米槽掀开。好，快把他抬起来！哥，这有个洞。那个洞通到鬼子后面那个破房子，你安排几个人下去侦查一下。好，哎，你们几个，来，进去。快点，小心着点儿。贾先生，太君，你告诉他们，只要他们肯出来，我什么条件都答应他们。啥？太君，这话俺不能讲啊。说，您是知道的，俺跟梁文生、贾夫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啊！俺说了，他也不会相信啊。哎，你过来。太君，你跟他们说，我只给他们10分钟的时间。是太君。里边的人都听好了，让你们放下武器投降，太君什么都答应你们。时间都听好了，给你们1袋盐的功夫考虑，1袋盐。别打了，人都跑了。这白眼狼还真神机妙算啊！这是他老窝，他能不知道吗？赶紧冲进去！报告，外面有白眼狼的人守着。这个白眼狼，哥，这个汉奸王八蛋，俺就赌这个白眼狼忘了这件事儿。哥，那咋弄？什么咋弄？拼了得了！行，俺先出去跟他大战300回合。你别犯毛了，没到你走到门口就被打成筛子，还300个回合。那你说咋办？总得让兄弟们在这等死吧？不是等死，是等鬼子过来送死。就是死，咱们也得拉着鬼子垫背。最后2分钟。来2口，别到了阎王殿那儿，再说俺偷喝酒。俺不喝，喝了腿都跑不动了，到了那边没法给哥望风了。狗蛋儿，别瞎说，没事。
老伙计，你也喝一口吧。喝完了跟俺一起打鬼子。哥，还想俺娘。狗蛋儿，多大岁数了啊？连大虎想媳妇都没说呢，是吧，大虎？俺娘都死了好几年了，想也白搭。你敢说你不想？俺不想。哥，难道咱们就真的这么死了？死什么？你看你那熊样，怕啥呀？别哭了，咱宁安寨的人命都长，都硬。这石黑和白眼狼还没死呢，咱死不了，放心吧。兄弟们，都别气馁，反正咱也杀了不少民团和鬼子，全当报仇了。兄弟们，俺家夫人本想带着大家伙，可老天爷不帮助咱们。但是今天在这里的都是爷们儿，都是英雄好汉。大家都记住了，不管谁能活着出去，一定要给小日本子干到底。最后1分钟了，哥，你说几十年之后，说书的会说这一段不？肯定能。有日本人在这儿呢，日本人有招啊，会弄。走吧，司令。哥，他们人太多了，咱们赶紧撤吧。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走了，走。
老爷，老爷回府啦！家的列祖列宗，俺回来了。梁英生想弄俺，贾夫人也想弄俺，到头来，龙潭姐还是俺贾永贵了。那个庄政委在不在？我们庄政委不在，和救国军的贾团长一块出去了。哦，哥，来，庄政委，
咱们老祖宗讲究从一而终，俺们的身份你也了解。过去国民党跟共产党斗了这么多年，俺们要是一下加入了你们八路，恐怕国民党那边会笑话我们，你们八路军这边也会瞧不起俺们。你这种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。回顾当初，何况今天，国难当头，民族存亡。只要你一心抗日，党派、身份都不应该是障碍。张政委，如果俺们要是加入了八路军啊，俺说的是要是，你会不会把俺的救国军全部打散，重新整编啊？不会，还是由你来领导指挥。哎，各位，如果俺们加入了八路，派来的政委会是你吗？80%是，也有可能不是，服从安排吧。只是我很担心呐，你们的救国军，还有梁永生的大刀队，现在已经成为了日军的眼中钉。在目前这种敌我力量这么悬殊的情况下，你们一没有坚定的后方，二没有一个稳固的根据地，三也是最重要的，你们没有信息情报的来源。这就等于摸着黑跟鬼子斗，你能斗多久呢？是吧？在我们八路军眼里，任何一支抗日武装都是宝贝。如果由于我们的疏忽或者错漏，造成你们的损失，或者被鬼子消灭，那将是咱们不可原谅的错误。哥，海成，啥事儿？哥，他找你。您是贾团长吧？俺是贾夫人。有事说事儿。是，由于德州也战事吃紧，我们长官派来增援你们的那个班又叫回去了。我们的长官叫你们自己咬咬牙撑着，等德州那边的情况缓和了再来救你们。啊？哎，师哥，他们这不是熊人吗？要没有庄政委带俺们，早就被石黑给弄死了。哼，患难见人心，俺看那些国军也不靠谱。俺长官派俺亲自送给贾团长一封信。你回去就跟你们长官说，俺贾夫人投八路。贾团长，要不您写封信，俺带回去。不必了，跟你们长官说，俺以后再也不用他救了。是。哥，这贾大哥都决定加入八路了，咱大刀队那还说啥？政委，俺大刀队也加入八路，你要不要？要，当然要。只要是抗日，俺八路军全要。哎，好好好。哥，你真的决定加入八路了？你和松华不都在场吗？俺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当初咱们水警团就是受国民党正规军的排挤，在上海的时候，咱打得这么惨，几乎都拼光了家底儿。可老蒋呢，不但不领情，还上上下下都换成了他的人。今天这一仗，新屋里只给咱们开了一张空头支票，要是没有八路出手相救，咱们兄弟三人早他娘的报销了。哥，要是真的加入八路了，以后咱啥都得听人家的。再者说了，干了八路，不一定现在日子好过。啊，庄政委说了，咱们的队伍不解散、不整编，还有俺来带。他们那边只来一个政委，其他人都不来。松华，你脑子好使，
你倒是给句话呀！二师兄，俺认为师兄今天做的没错。啊？这，你跟咱哥想的一样啊？二师兄，你认为眼下这节骨眼儿，咱们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啥？是生存。如果有一天，咱们连生存的机会都失去了，那么咱们还有什么资格谈理想？就凭着咱们几个水警团的残兵败将，扯到宁家，想拿梁永生入伙，帮着咱们一块去打鬼子，有那么简单吗？所以，俺认为眼下当务之急是先好好的活着。什么对咱们有利，咱们现在就要去做什么。俺认为师哥今天做的对，已经迈出了一小步，那么就索性再迈一大步。啥意思啊？师兄，俺刚才把你跟庄政委的对话仔细的琢磨了一下。哪句话？是关于政治方面的。师兄，以前咱们认为军人就该干军人的事儿，什么当不当的与咱没关系。可现在不一样了。宋子文是谁？宋子文是老蒋的大舅哥，就凭着这点关系，老蒋都猜忌他，为啥？因为他们两个人想的不一样。所以，咱们不能让人家八路军觉得咱们有二心。你是说让俺加入共产党？哥，咱们水警团是属于国民党的，可咱们哥仨哪一个是国民党党员？人家庄政委说的对，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，都必须保证这支队伍是服从中央的。人家共产党就服从中央，所以当家的必须是共产党员。哥，你要是共产党员的话，人家是不是就能把心放在肚子里？梅叔，梅叔，梅叔，玉茹。哎呀，狗蛋儿，你咋才回来了？俺哥和夫人他们跑哪儿去了？哎呀，狗蛋儿，狗蛋儿啊，咋就你一个人回来了？其他人呢？就俺一个人回来了。俺这一口气跑了几十里，没有歇脚啊。狗蛋儿，俺家二愣呢？他还在吧？在，婶儿，好着呢，都好着呢。哎呦，这个小兔崽子，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他，害得我一宿没合眼呢。狗蛋儿，狗蛋儿，狗蛋儿，东来呢？咋就你一个人？你俩平时不是形影不离的吗？叔，东来走道还不如俺婶子走得快呢，没让他跟着。您放心吧。你说的真的啊？真的。那这么说他还好着呢？好着呢，好着呢。哎呀，你们就别一个个的问了。狗蛋儿，快说到底咋回事？这一整天的，全寨的人都不放心呐。这一句半句也说不清楚。啊，俺简单的说吧，俺们被鬼子困在龙潭街，是庄政委带着八路把大伙儿给救了。永生哥让俺提前回来报个信儿，俺连夜还得赶回去，这就得走。不等天亮就走啊？婶儿，不能等天亮，等天亮了，队伍选定了落脚地点，俺就找不见队伍了。狗蛋兄弟，来，你先垫吧着点儿，俺再去给你做点吃的啊。俺吃这个就行，不用了，俺这就走啊。哎，等等。这是啥？这是俺让婶儿替俺做的2件新衣裳，夫人爱干净，你给她带过去，让她换洗。中，好。东来啊，你娘死得早，你爹啥也不会做呀。哎呀，何保长，你咋又哭上了？我不也没给二愣带东西吗？啊，狗蛋儿啊，你赶紧走吧，啊，好消息啊，天都亮了。中，婶儿，你给俺爹娘也报个平安，俺这就走啊。那俺走了啊，走了。你慢点啊，小心点啊，慢点，放心吧。贾辅仁的救国军改编为八路军冀鲁边抗日独立支队，贾辅仁任支队长，
庄华任政委，杨颂华和秦海成分别任第1、2大队大队长。梁永生的大刀队改编为边区抗日纵队锄奸大队，梁永生任大队长，索柱任教导员，二愣任副队长，大虎和东来分别任第1中队和第2中队长。点赞加关注，永远不迷路。